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交易心理学的第3个部分。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是《华尔街狂人致富的投资法》。那这个作者呢是 Jim Cramer。那他之前呢是华尔街私募基金的一个基金经理人。那这本书的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留在这个市场上面，不管你遭受到任何的挫折，你都必须要留在这个市场上面。你唯有留在市场上面呢，你才能够让你起死回生，而且你要持续的关注这个市场，你才有办法做一个最正确的一个判断。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在第1章里面提到说，他在皮夹子里面呢放着一般人都会放的，比如说家里的照片啊、信用卡啊，或是一些现金啊，但是他放2个东西呢，是别人皮夹子里面所没有的。第一个东西是他出社会之后的第1张薪水条，第1张薪水条。那第2个呢，是一个撕的碎片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些数字。那这个碎片呢，其实是他在1998年10月份的时候呢，他的基金在那个星期里面呢，赔的最多钱的一天。那当时他的私募基金呢，大概只有1.3亿美金的这个规模。那在那一天他去做这个结账的时候呢，发现他已经赔了9000多万美金。所以当时他的朋友、市场上的人都认为说，他必须要从这个市场上离开了。那全世界呢，只有他的妻子呢，觉得他还是有希望，所以也给他很大的力量。那他在当年度1998年12月份结账的时候呢，不仅把这个亏损这个9000多万呢全部赚回来，而且呢，他在当年度呢还是有获利的，他是报酬率呢是正2%。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他希望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在这个2个月当中把这个赔这么多钱把它赚回来。所以他第一个开宗明义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留在战场上面。不管你遭受任何的挫折，不管你今天是多么的痛苦挣扎在这个市场里面，但是呢，你就必须要留在这个市场里面。那留在市场上面的唯一的条件呢，就是说你的资金绝对不能被亏得干干净净，你必须要留一些后路。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纪律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他在回想说，他在这一年当中赔这么多钱的犯的错误呢，主要有2个。第一个，他没有遵守纪律，是因为他在1998年10月前2个月，1998年的8月呢，他才刚刚上了这个美国 Money 杂志的这个封面，所以他可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对纪律这个东西呢，他可能抛诸脑后，所以才会造成他在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赔大钱。第2个，他检讨是发现说，他所管理这个基金呢，这个部位这个股票呢太繁杂太多，所以造成他管理上面的一个困难。所以他提醒我们说，虽然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但是我们也不要把鸡蛋放在太多的篮子，因为如果你放在太多的篮子里面呢，你要管理上呢，你对每一只股票呢，你要做研究分析，你要管理呢，事实上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他告诉我们说，大部分人在股票市场里面呢都没有办法赚到钱。我相信你可能也在股票市场里面呢，你可能待了很多年，但是呢，你都没有办法赚到钱。他认为说，是因为你在这个市场的时间呢不够久，有时候呢你3天捕鱼5天晒网，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留在这个战场上面，而且持续的关注市场，你不能因为稍有挫折呢你就退出市场。当你退出市场，你要再重新回到这个市场里面呢，事实上它的难度呢就会很高的。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呢，我们有提到，我们在讲这个交易心理学的第1部分，以交易为生这本书里面呢，他有提到说，这个美国的经纪商呢，他统计大概有90%的人呢，在1年之后呢，他就退出了这个市场。所以这些人呢，因为赔钱了，遭受了挫折了，他就退出了这个市场。但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些挫折呢而退出这个市场，你必须要持续的去关注，你必须要把你的资金呢做最后的一个打算，也就是说，你不能把你所有资金呢都压在上面，把它用完了。所以当你退出市场的时候呢，你永远都没有再起死回生的一个机会。它的操作规则呢，其实很简单，当它买进之后呢，会产生2种现象，一个是赔钱的股票，一个是赚钱的股票。所以他持续关注这个赔钱的股票，那赚钱的股票呢，他就让它自由的发展哦。所以他把他的心力呢放在这个赔钱股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赔钱股票呢是表示他做错边，他做反了，所以他必须要持续的关注他所亏损这个股票，他要怎么去执行这个停损，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他买进是涨的股票呢，那就让它持续上涨，我只要考虑什么时候让它获利了结就可以了。那他说市场上呢，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只有一种人可以帮助你，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纪律，所以在市场上呢，只有纪律可以帮助你。他提醒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再来，他说宗教很重要，所以每个人呢，他可能都会拜拜，会祈祷，但是他提醒我们说，宗教跟金钱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宗教跟金钱的愿望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当你赔钱的时候，你去祈祷，你去拜拜，希望说佛祖，希望基督耶稣能够保佑你，让你这个股票呢朝着你持有的方向走。他认为说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去祈祷、去祷告，对你的股票、对你的损益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哈。那他说，股票市场呢，它是集合许多人对于这个价格的决定，也就是很多人决定产生它的供给跟需求，产生一个价格。那这供给跟需求是怎么决定呢？是依据每个人对自己部位或者市场的贪婪跟恐惧来决定它的市场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是赚钱，你会不会有贪婪？会不会恐惧？会哦。你今天赚钱的时候，我贪婪，认为说这股票会涨更多，所以呢，我希望它抱更久，赚越多。但是另外恐惧是说，我又担心它涨不上去，掉下来的时候呢，我现在赚这么多钱之后呢，不见了。所以赚钱的人呢，他也存在一个贪婪跟恐惧。那赔钱的人呢，会不会有贪婪跟恐惧呢？也会。赔钱的呢，他存在什么贪婪呢？他认为说这个股票呢，一定会回来，一定会上去，所以这就是他的贪婪。恐惧是说，这股票说再跌下去，我就赔很多钱，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股票砍掉。一砍掉之后呢，股票可能就上去。所以，在贪婪、在非常恐惧的时候呢，事实上你不要做任何的动作。所以他书上也提到说，他每次在非常恐惧的时候，把持仓就是把部位砍掉的时候呢，他的损失呢会非常的大，比你平常在做股票的时候呢，会亏损的非常大。然后他提醒我们说，这个程式交易呢是绝对没有办法取代人脑的，因为这个市场里面包含非常多的情绪在里面。我们在这题的视频里面呢，也是有提到说，这个程式交易事实上真的是，如果说你要用程式交易来完全取代这个人的决策的话是不可能。他就举一个例子，在1988年的时候呢 ，LTCM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这家公司呢，那这家 LTCM 这家公司呢是很多教科书里面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例子啊。那 LTCM 是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些顶尖的非常聪明的人呢所成立的一家公司。那他就依据他们的一些理论呢，让它电脑化、系统化。但是呢，他在1988年的时候却赔了大概有10亿美金这么高的一个金额，主要是因为他并没有考量到这个市场的流动性，所以他惨遭滑铁卢呢，是在操作这个俄罗斯的债券的时候呢，所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俄罗斯的债券呢，它流动性呢非常的差，所以虽然说理论价格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没办法抛售，所以呢，到最后呢，你就必须用最差的价格呢去买进或是卖出，所以会造成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哦。那我帮大家整理这本书里面呢，它告诉我们说，操作股票有10个戒律啊，操作股票有10个戒律。第一个，你不要把交易目的的一个投资呢变成把交易目的的一个买卖股票呢变成一个投资。那交易目的跟投资有什么不一样呢？通常我们讲说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呢，我们会分为说，我这些股票我是要做长期投资的，我是要吃股息的，
它是一个高殖利率的股票，所以呢，我把这部分呢放在这边，我可能操作的频率呢很低，可能1年1次、2次，或是几年才1次。那这是一个以投资为目的的一个操作。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这个股票呢，它短期之间呢，它可能有爆发力，所以我主要是短期的操作，是为了赚取它短期的一个价差。但是你不要把这个短期的操作的价差呢，之后又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为目的的一个标的。很多人就是因为他在本来是以短期交易为目的的时候呢，后来因为套牢赔钱了，所以呢，他就把它丢到变成说它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部位。所以这个作者告诉我们，你不要做这种动作，不要做这种事情。你短期操作，当你产生亏损的时候呢，你就是必须要执行这个停损了。第二个，他跟我们讲说，第一笔损失是最好的损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我们在做进去股票市场建立部位的时候呢，是一个正三角形的方法呢来建部位，就是我们第一笔去买的时候呢，可能是买1/3，越买越少，随着股价价格，你买对的时候呢，随着股价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呢，我建的部位呢应该是越少，也就是说我价格越高，我买的越少；我价格越低的时候，应该是买的越多，所以当你第一笔买的时候，其实买的部位呢并不是太多，所以如果你第一笔买，你发现买错了，当然就停损。所以你第一笔停损，通常你的损失的金额呢是最小的，因为我们在买进的时候，你第一笔的停损呢会设得最窄，设得最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方向对不对，所以你在测试单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先测试单，先买个一点点去测试，所以你当产生第一笔损失的时候呢，它的金额事实上不大，所以他说第一笔损失呢是最好的损失。那当你部位越建越大的时候呢，你再去执行停损的时候呢，你的损失的金额可能就变得非常的大。第三个，他提醒我们说，这个承认亏损呢是交易员的第一堂课，就是你不要害怕停损，你也不要认为说我自己很笨，一买股票呢就赔钱。没有人他是天生会永远是赚钱的哈，就算最厉害的投资大师杰西·里佛摩，他一样，他也是曾经破产好几次哦。所以这个你不用害怕说我买股票是赔钱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赔钱，只是说当你买股票赔钱的时候呢，你的心态你怎么去面对这个赔钱的这个股票，所以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就执行停损了，你才能够起死回生。第四个也是很重要，他说你不要放任这个赚钱的股票呢变成赔钱。我们刚刚提过说，你买股票有赚钱有赔钱的，你把心都放在赔钱的股票，因为我必须要准备对它执行停损。那赚钱的股票呢，因为它会自己照顾自己，因为赔钱了，所以你没有什么压力。可是呢，你也千万不要把赚钱的股票呢变成一个赔钱的股票。所以我们必须对于这个赚钱的股票呢，我也要设一个我们所谓的获利停损点。获利停损点，就它涨上去，当它下跌多少，或者在你可以忍受你所赚钱的这个区间之内呢，你就必须要把这个赚钱的股票呢砍掉。所以呢，他跟我们讲说，股票只有卖掉才是你的钱啊，你不卖掉就不是你的钱。但是如果是亏损呢，没有卖掉就是你赔的钱啊，你没有卖掉就是你的赔钱。为什么？因为当市场评价你是赔钱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准备对这个股票做停损动作。所以当这个赔钱的股票呢，事实上呢，当这个赔钱的股票你没有卖之前呢，它就是赔钱的股票。但是赚钱的股票，你没有卖之前呢，它就不算你赚钱的股票。所以这是一个他思考的一个逻辑。再来是不要错失，你不要害怕错失任何东西。我们要收集很多的资讯。我希望所有的资讯呢都进我的脑袋里面，在我的电脑里面呢，把所有的能够判定的东西都在电脑里，这没有错。但是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去收集那么多东西，所以你也不要害怕说我收集不了那么多东西呢，会让我的股票的判断呢产生错误。其实也不用哈，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只要有纪律，你也不用怕说你收集不到任何的资讯，你有纪律去操作就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